我今天想特别强调人际关系的重要性。好，那怎么最近我会有这个想法呢？那其实还是从我在帮助很多的精神疾病的学员。那当我在帮助很多精神疾病的学员的时候，我发现他们最大的问题都在于人际关系开展不了。好，比如说曾经有一位学员这样告诉我：徐医师，全世界我为什么只能跟我爸爸妈妈绑在一起？为什么我永远只能跟那两个老人家出去玩？万一这两个老人家死掉了，我还有朋友吗？我就没有人了。为什么那两个老人家不放过我呢？为什么那两个老人家要一直抓住我嘞？后来我才发现，不是那两个老人家抓住他，是他只有那两个老人家。老人家从来都没有想要抓住他。好，那今天也是有一个学员啊，他也是长期的10年的精神分裂。后来我终于抓到一个根本的关键了他把他自己这10年精神病的发病，认为他是在修行。那他要修行到他觉得自己是100%的完美。那因为他觉得，如果他是100%的完美，他就会被人们喜欢，他就会开展人际关系，他就会让人们接纳他。后来我跟他讲了一个观念，我说我怕你越修越好，已经不适合在地球生存了呀。好，可是他内在的逻辑是，我要够好，我要是完美的，我才会被喜欢。各位，请问这个逻辑对不对？不对，不对，各位，绝对不对。一个越好的人，通常会被一群不够好的人联合把他干掉。就像电视都是这样演，当所有的警察都在收贿的时候、贪污的时候，如果你是那个不贪的人，很快你的枪就会出问题，要么是走火，要么车子刹车突然坏掉。各位了解吗？好，但是我这是一个负面的比喻，我要说的是，我们有一个错误的逻辑，我们以为我们够好才会被接受跟喜欢。各位对吗？不对，不对。好，那后来我有一个有趣的想法，每个人在人际关系里面，或是各位，我们很久没有听到这两个名词，叫友情。友情，好，有时候友情其实比爱情重要。人没有爱情，人可以活下去；人没有友情，人很难活下去。在友情里面，每个人都有一个很原始的潜意识，我渴望能加入朋友欢笑的聊天，我渴望被朋友喜欢，我渴望有一群朋友是接纳我的。好，这是我们内在很原始的一个渴望。但是在现代的社会当中，各位容许我这样讲，所有的友情，所有的人际关系，要么变得太功利，要么变得只是工作关系。好，比如说尤其是男人，男人在工作时间尚未退休前，看起来很多朋友。那我常讲过，很多男人一退休，只剩下唯一的一个朋友，就是他太太。可是他太太又不喜欢先生这个朋友，因为他又不讲理，又卫生习惯又不好，又固执，又要大声，又要人家将就他，实在不是一个好咖的对吧啦？好咖知不？好，实在不是一个好咖。好，一般来讲，男人比较没有朋友。可是我刚讲了，人对于人际关系的部分其实是渴求的。好，所以今天这堂课，我要大家去开始问你自己：你有好的人际关系吗？你在你的人际关系当中，你能信任吗？好，你必须去经营你的人际关系。各位，不是只有工作上的、同事上面的，
其实不是的。好，因为当你有一个好的人际关系，其实你是可以得到很多正向的能量，正向的能量。所以人际关系最大的障碍跟你赚多少钱没关系，跟你长得美丑没关系，跟你有没有工作赚多少钱没关系，跟你的社会地位没关系，跟什么有关？只跟一个东西有关，你的自卑。你的自卑。当你觉得自己不够好，当你觉得人家不会喜欢你，其实你根本不会踏出那一步。所以你理性觉得自己不够好，各位，不够好是符合理性的自我意识，有没有？其实不对的，不对的。好，一个朋友有了难过的委屈，大家都想要去支持他、安慰他，对不对？尤其是学了赛斯心法之后，都很欠缺练习的对象嘛。刚好有人难过、伤心，你刚好就是蚂蚁看到糖嘛，就扑上去了嘛。是啊，对。所以我刚跟各位讲，其实你们一直以为人际关系的关键，其实不是关键，其实不是，真的都不是。它真的只卡在你的自卑，真的只卡在你的踏不出去，真的只卡在你觉得人家会看不起你跟讨厌你，真的只卡在这一点上面。甚至工作的适应，我以前也跟大家讲过，一个人工作，想到一年换利息的头家，想到一年换利息的头家，都不是工作太难或不好做，拢是大人无法度斗阵，对吧？拢是大人无法度斗阵。我讲我自己好了，我这一辈子最喜欢就是问嘛，我不会就问嘛，各位。可是很多人从小学不会就是什么，就是问。问就是人际关系的开始啊，各位明白我的意思吗？问就是人际关系的开始啊，就是问。好，从学会去问人家问题，学会去问人家，这个怎么弄？那个路怎么走？啊，这个票怎么买？啊，这个事情你们都怎么处理？啊，遇到这种状况你们都怎么办？有没有？啊，你的孩子发生这个问题，有什么好的方法？各位，光是你学会去大量的问，你跟人之间的交流就起来咯，就起来咯。是啊。好，各位，我们常常太孤独了。那尤其是现代人，为什么？因为现代人很容易，因为以前的人没朋友的死啦，起码没朋友，有电脑、有电视、有网络、有漫画，有无？你知我意思无？所以现代的人其实他太多东西来掩饰、隐藏他没有朋友这个事实。是啊。好，但是人最终还是得跟人互动，好不好？